最新研究发现，我们或许一直生活在一个神秘物体的大脑里，整个宇宙的结构竟然和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可观测宇宙的范围有930亿光年，这个距离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在这片浩瀚的宇宙空间里，有超过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里都布满了数以10亿计的恒星。宇宙的规模着实令人惊叹，但让我们着迷的不只是它的大小，还有它的复杂性。宇宙网，一个由星系和暗物质组成的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互联网络。接着，咱们把目光转向一个同样复杂又惊人的地方——人类的大脑。它由大约860亿个神经元构成，每个神经元都和数千个其他神经元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复杂的网络。宇宙网和神经网络之间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可不只是诗意的比喻，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好奇，也促使研究人员去探索这2个系统在数量上的相似之处。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拥有数万亿星系的宇宙是否会映照在我们大脑复杂的神经网络之中？从某种深层意义来说，我们是不是宇宙本身的一种镜像？宇宙的宏大设计会不会就体现在我们存在的本质里？那些支配恒星运行的法则，是不是也在支配我们大脑中神经元的复杂舞蹈？这些曾经只属于哲学家的问题，现在科学家们也开始研究了。他们发现的这种联系，可能是理解宇宙，更是理解我们自己的关键。从人类有意识开始，我们就对规律特别着迷。最早的人类抬头看夜空，认出了星座，还追踪天体那些可预测的运动。他们观察月亮的周期、季节的更替，还有树叶和贝壳复杂的对称性。这种在自然界中找规律的本能，可不只是好奇，这是我们智力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随着进化，我们对规律的理解也在变。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些规律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由基本原理和法则支配的。古希腊人发现了黄金比例，这个数学常数在建筑、艺术甚至人体里都能找到。像斐波那契这样的数学家发现了一些数列，能描述植物的生长模式和星系的螺旋运动。自然规律不只是静态的形状和数字，它们是动态的，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展开。树枝的分叉、河流的蜿蜒、云朵的旋转，万物都遵循着分形几何中的数学规律。这些规律具有自相似性，也就是说，不管你看的是一片叶子还是整片森林，它们在任何尺度上看起来都差不多。到了现代，我们对规律的探索带来了革命性的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量子物理的奇妙世界，以及混沌理论里的蝴蝶效应，这些都揭示出宇宙是由规律和法则支配的。这些发现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科技、医学和哲学。但是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如此执着地去寻找这些规律呢？这难道只是为了生存的本能吗？还是暗示着我们和宇宙之间有更深层的联系？也许我们识别规律的能力，会不会是宇宙内在秩序的一种体现，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宇宙印记？在宇宙奥秘和人类思维之谜交汇的科研领域，弗朗哥·瓦扎和阿尔贝托·费迪的研究就像为科学界点亮了一盏创新的明灯。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宇宙和神经网络打开了新大门，揭示出的惊人相似性挑战着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让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着迷的问题：宇宙的结构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之间有没有联系？瓦扎和费蒂利用最尖端的技术和数学模型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很注重量化，重点研究宇宙网中物质的分布以及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并应用先进算法，他们发现宇宙结构和神经网络都遵循一种叫度分布的相似模式。所谓度分布是一种数学关系，意思就是少数节点拥有大量连接，而大多数节点只有少数连接。这种模式在很多自然现象中都能找到，从互联网到社交网络都是如此。瓦扎和费蒂发现，宇宙网和大脑神经网络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这个发现的意义太深远了，它说明宇宙和人类大脑有着共同的结构，一种超越尺度和复杂性的通用结构。这种联系可不是诗意的比喻，而是科学事实，是回荡在存在本质中的宇宙印记。瓦扎和费蒂的创新研究在科学界掀起了热潮，他们发现的宇宙和神经网络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打开了新的大门，引发了专家们热烈的讨论。费蒂博士说，我们的研究只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我们已经从结构上展示了这2个系统在数量上的相似性。这些复杂网络的结构看起来惊人的相似，把神经生物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力量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成果。
他们的发现意义远不止学术上的好奇，从理解暗能量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潜在应用都是巨大的。费迪博士还补充说，如果我们能证明像神经网络这样的网络和宇宙结构之间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就可能获得关于宇宙和星系的更多细节信息。这两门截然不同学科的分析工具融合在一起，可能有助于加速人工智能或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但这项研究在科学界之外也引发了反响，有些人用研究结果来为神创论或新时代观点辩护。瓦扎和费蒂明确强调，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与创世论或玄学完全无关。这项研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好奇。两位研究人员都希望继续探索这个领域，更深入地比较这两个复杂系统。他们认为需要用更精密的工具来分析这些结果。下一步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比较。当我们深入探索心智和宇宙的奥秘时，会遇到一个让历代思想家既着迷又困惑的悖论。在这个时间和空间超越我们理解的广袤宇宙之中，隐藏着一个让哲学家和科学家都琢磨不透的悖论——波尔兹曼大脑悖论。这个悖论以19世纪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的名字命名，他深入探讨现实的本质和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波尔兹曼最初的想法来自统计力学，研究系统中随机波动出现的概率。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个充满混沌的宇宙，粒子在其中不断运动。在这种混沌中，粒子随机排列，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大脑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个大脑只存在一瞬间，却会有思想、记忆，还能感知现实。而且它没有身体，也没有赖以生存的世界。当我们考虑到宇宙的浩瀚时，悖论就出现了。在无限的时间里，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一个大脑随机形成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这就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孤立存在于宇宙虚空中的一个自我意识大脑的出现概率，尽可能比整个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按现有方式形成的概率还要高。波尔兹曼大脑悖论的意义深远又令人不安。如果一个这样的大脑存在的可能性真的比整个宇宙存在的可能性更高，那这对我们的现实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感知和经历仅仅是幻觉吗？我们是不是也只是宇宙混沌中短暂的波动？这个悖论引发了哲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的争论和反思。有些人认为它挑战了我们对概率和存在本质的理解，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对人类神秘大脑的一种隐喻性探索。除了波尔兹曼大脑悖论，我们还要深入意识的未知领域。让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着迷的问题是：宇宙本身会不会有意识？宇宙可能有意识，这想法可不是新鲜事。各种哲学传统都探讨过这个概念，一些科学理论也和它有共鸣。从历史上看，宇宙有意识的概念和泛星论有关。泛星论是一种认为万物都有意识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被一些东方和西方哲学传统所接受，认为意识是现实的基本特征。在科学领域，一些量子力学的研究催生了宇宙可能有意识的理论。量子理论的一些解释认为，意识在波函数坍缩中起了作用，这意味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事物是相互关联的。宇宙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也探讨过这个概念，想弄明白意识在宇宙尺度上可能如何表现。综合信息理论等理论认为，高度复杂且整合的系统可能具有意识，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遐想连篇的可能性：拥有由众多星系和宇宙结构构成的复杂网络的宇宙，或许具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宇宙有意识的想法仍处于争论和研究阶段，目前还属于推测，但它鼓励我们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但这个想法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所以我们应该用谨慎和批判性思维来对待它。说了这么多对宇宙有意识的猜想，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个更扎实、更科学的理论——唐纳德·戈夫曼的意识基础理论。唐纳德·戈夫曼博士是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都在解开意识的奥秘。他的开创性理论试图解释世界上最神秘的现象之一：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戈夫曼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意识不只是大脑中复杂计算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意识是现实的基本特征，就像空间和时间一样。戈夫曼的理论借鉴了量子力学、神经生物学和哲学，探索存在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意识源于大脑中量子粒子的复杂相互作用，受传统物理学之外的原理支配。戈夫曼的研究催生了新的实验和跨学科合作，他的理论已经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检验，借助先进的技术深入探索了意识的本质。虽然戈夫曼的理论得到了科学界许多人的支持和赞赏，但也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
这个理论对量子力学的依赖以及对现实本质的大胆断言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和研究。尽管如此，戈夫曼的意识基础理论为意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架起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宇宙和神经网络之间的联系不只是科学好奇，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并对我们对存在的理解有着更广泛的影响。这些联系让我们把宇宙看作不是孤立物体的集合，而是相互关联的关系网络。它们启发我们用新的方式看待技术、伦理以及我们作为宇宙居民的责任。对宇宙和意识的研究是哲学数千年的核心主题。从古希腊思想家到现代哲学家，理解现实、存在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探索，塑造了人类的思维。有些人把宇宙看作一台确定性的机器，另一些人则持更神秘的观点。宇宙和心智之间的联系只为这个古老的争论增添了新维度。相互联系的理念不只是一种科学观察，更是对我们自身的反思。它让我们把自己看作更宏大整体的一部分，意识到宇宙中生命的微妙平衡。这种观念迫使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去思考我们的行为对整个宇宙的影响。未来的旅程必将带来令人兴奋的发现。虽然宇宙和神经网络之间的联系很迷人，但我们必须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误解和炒作只会造成误会，偏离这些发现真正的科学价值。所以，让好奇心指引我们探索宇宙，同时让批判性思维帮助我们保持理性。随着我们继续探索这些理解宇宙的未知领域，前方还有更多奥秘等着我们去揭开。